朋友们好，这里是康居别院。今天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大约23公里，距离附近的乡镇大约5公里左右。车子可以直接开到院子里面，我的车已经开进来了。这边距离主干道大约是500米左右，步行到主干道就有公交车直达县城里面。通过询问才得知，这也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落。村子里面绝大部分都建了砖房子，像这样的木房子已经是为数不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有一些竹林，在旁边有几栋房子，也可以说这栋房子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因为它的周边都还是有邻居的。镜头前方的这3座房子都是可以出租的，挨着最近的这栋木房子现在住着一位老人，在过去的那2栋房子现在都没有住人的。这是进入这栋房子的马路，宽约3米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栋非常典型的苗家民居，3开间的木房子，中间是堂屋，留有6扇大门，两边是卧室，在旁边有一处偏房，在这边也有一处偏房，这边是2层结构的。院子里面长时间没人住，都已经长满了杂草，但是这家主人呢非常的勤劳，平时回来打一些除草剂，所以说整个房子虽然好几年没人住，但是打理的还是挺好的。院子的外面现在堆放了很多木柴，这也是一栋老宅子，少说像这样的房子都是好几十年，50、60年以上了吧。那边的厢房留有一扇小门，从那里面进去是以前的厕所还有猪圈。在农村里面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养猪的。这栋房子的楼层也是比较高，大概是6米左右。2楼是不住人的，这边农村都是住在1楼。2楼基本上用木板铺了层之后，上面堆放一些杂物。这边公路、水电还有网都是通的，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院子是没有硬化的，只是铺了一些沙石。当然如果比较讲究的朋友把这里租下来的话，可以把这个院子好好的打造一下。如果比较喜欢安静的朋友，租下了之后可以在这个位置做一道门，这样子就非常的安静了。现在我们就先走进这处厢房去看一看，待会儿我们再走到正屋里面去看。其实从这些地板都可以看得出，这栋房子是非常古老的。在古时候建房子都是从山上采下来的石块铺成的地板，当年基本上是没有水泥的。别看这样子不是那么平整，但是显得特别的有意境。包括这栋房子，我们看一下它的基脚部分，都是采用的石块，长条形的石块，每一根柱子的下方都垫的有垫脚石，防止这些柱头木质结构与地面直接接触受潮。这边也留的有一扇小门可以进去的。这边是厨房，已经看到了灶台。这边的光线并不是那么好，堆放了一些杂物。这个位置，这边是3口灶的一个灶台，第一口是炒菜的，中间煮饭，一般后面那口灶基本上是煮一些猪食的。这边有一张桌子，这边是碗柜，打造的都挺好，上面已经贴了瓷砖，因为时间久没人住，
上面都是一层飞尘了，所以打扫一下基本上可以直接使用的。这旁边就是一个粮仓了。这边2楼是不能上去的，只是隔开了，堆放了一些杂物。这个厨房之上也是堆放了一些木板、杂物之类的。在这边连接正屋的留的有一扇门，我们从这边走进去看一下。这边是做了一层木地板的，位置比较高，要比堂屋高约30公分左右，这样子防止这边受潮。再一个，这边是比较干燥的。其实虽然他们家已经搬到新房子去了，但是这里面的家电、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还放在这个地方。电风扇，这边是火塘，这火塘用处非常的大，在农村里面基本上离不开火塘，每家每户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围着火塘吃饭、炒菜、聊天，也在这边烤火取暖。到了冬至节之后，这边的农村每家每户都会杀猪，把腊肉就放在这火塘之上的这处架子，在这边用烟熏。当然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边租下了房子之后，和当地的一些老乡把关系处好一些，到了冬至节之后叫他们帮忙在这边带烟熏一些腊肉是非常好的，这样子也可以吃到比较正宗的湘西腊肉了。在这后面是有一个小房间，当然里面我们就不进去拍了，基本上就是放一张床的那个样子。这边还有一些家具，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堆放的比较乱，但是这边的整体构造还是挺好的。堂屋打上了水泥地面，打扫一下就非常的干净了。这边还有冰柜，堂屋大概是宽约30个平方左右，中间要低一些，堂屋的位置要比两边的偏房都要低一些。因为堂屋呢这边有一个讲究，到了一些喜事的时候，家里来了亲戚，一般都要在堂屋里面入席吃饭的。堂屋的背后也有一个小房间，从这边可以进去的，我们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也不知道光线怎么样，比较黑，光线并不是那么好。这个2楼是通过这座木梯爬上去的，所以2楼基本上是不住人，就放一些杂物。这边的房间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应该是卧室。如果朋友们租下的话，基本上都是睡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退回来几步，这个房间也是装了木地板，大概距离堂屋有个30公分左右，也是防止受潮的。人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是非常舒服的，冬暖夏凉。这边的木地板稍微有点损坏了，像这些可能要重新铺一些木板就可以了。很多椅子，还有一些衣柜。这边如果安床的话，就可以直接安2个床，这是没问题。这个房间挺宽的，上面都做了吊顶，铺了木板，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了。这家主人还比较讲究，铺了一层彩布条，防止一些灰落下来。应该以前这边是安装的有床的。这边的衣柜还有一些电视柜，当然这边的采光也是非常的好，这边留有窗户的。这个房间还留的有一扇小门，看到没有？从这边进去啊，直接可以到厕所里面，所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这个房东比较忙，因为在外面做生意，平时很少有时间回来。他委托我拍这个视频，希望能把这栋房子租出去。租金不高，可能1年几千的那个样子。他说只要有人住，把这栋房子打理好就行了，而且可以长时间出租，10年、20年都是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栋房子的后院，这边的土地挺宽的，这些地里面种的有玉米、辣椒，还有那边是红薯。上面盖的土瓦大概3年左右检修一次就可以，每次检修大约是1000块钱左右。好了，朋友们，我是石头，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我顾不到，反正我讲到人没得事，人没多是乱有的，俺后头也有块。哦。反正干脆再拖着牙可以牙看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又来大山里面看房子。刚才房东阿姨告诉我，就在镜头前方，那是他们家的土地，还有这边底下的这块橘子地也是他们家的。他们家靠近大河边，距离河边大概有个50米左右。现在我们过去看房子，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栋木房子，两边厢房是砖结构的。大家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又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这栋房子我在年前的时候拍过一次，距离大河边大概有50米左右，独门独院的房子，3开间木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两边卧室分别都是砖结构的，可利用的地方是挺宽的。大家随着镜头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李阿姨养的鸡，里面现在还关的有鸡。门口这边呢，以前是打的有围墙的，这一座围墙现在已经是拆了一部分。我个人感觉前面的这些桂发树还是挡住了视线。其实这边距离大河很近，站在这个院子呢，就可以看到大河了。河面大概宽约30多米左右吧，深度大概有20多米。河里面的鱼很多，这条河是优水河的重要支流之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每天沿河两岸钓鱼的人都是挺多的。上次我来的时候，这栋房子是没有看到内部的情况。那接下来朋友们，我们走进这的内部去看一下这栋房子到底怎么样。可以看到，在我们这边传统的木房子，它的门槛是挺高的，量下大概有50-60公分高左右。其实对于一些城里面的朋友到这边生活是挺不方便的，要跨过这么高的一个门槛才能够进入家里面。其实整个堂屋我们可以走进来，镜头可以随着进来看一下，堂屋是没有多宽的，目视一下大概有个18到20个平方左右，都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上面是没有做吊顶的。楼层高度大概有6到7米左右，3个房间。后面是他们家的厨房，这边是有一处卧室的。看这边没有锁门，他们家应该还是住的有人。这边有床，有衣柜，在上面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木板吊顶。因为阿姨家他们是在下面重新修了一栋那个砖房子，所以这栋房子现在是闲置的。我们再随着镜头来看，这边还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大概也是差不多18个平方左右，镜头可以来看一下。这边有床，还装了木地板，上面也是用木板做了一个吊顶。其实像这样的木房子，基本上打扫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了，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堂屋的背后，这边留的有一扇小门，跨过这扇小门就可以进入他们家的厨房了。我们过来看一下，整个厨房这边就很宽了，
大概有30-40个平方左右，有灶台，有水池，这边还有些碗柜啊。在农村啊，以前烧的都是柴火灶，一般柴火灶都有3口大锅。朋友们，如果比较熟悉我们湘西的，应该都知道，第一口锅一般是炒菜的，中间是煮饭的，最后面这口最大的锅呢，一般就是煮一些猪食的。以前农村里面嘛，家家户户都养猪。你看，虽然阿姨他们家呢在下方修建了新房子，但是熏腊肉呢还是在老家这边熏腊肉。这里面炕里面很多腊肉，这都是非常正宗的湘西的腊肉，其实味道是挺不错的。这边是他们家的猪圈，我们过来看一下啊。基本上整体房子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边是城里面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养猪圈，底下就是一个旱厕。其实旱厕它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城里面的朋友如果在这边生活的话，到了夏天的时候，旱厕它的那个气味是比较大的。像这样的旱厕如果在这边住的话，可以全部把它封盖住，就没有那种气味了。现在都是用的那种城里面用的那种卫生间了。从这边我们走过来是一个杂物间，哎，这个门有点不太好开。这个杂物间是砖结构的，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书房啊来打造，或者作为一个茶室来打造，都是挺不错的。这一片的面积大概有20多个平方，还挺宽的。这边有单独的一道小门，可以从这边走出去。这个房子啊，通水通电，交通也是挺便利的。这边距离县城大概有10公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是2公里左右。乡镇集市有一处每5天赶一集的集市，一般要买一些生活用品啊，都要到集市里面去买，取快递啊都要到集市里面去。阿姨，你养了好多鸡啊？我去年养，我就晓得我上学去了，我就没啥没晓得，就养几十，养50-60吨。养了50-60个鸡啊？现在就是在这个是过后是他出崽在引，在外头出崽在引回来，我就给他关到我们的豆屋，我就好久回来一边又给他斗一些叫。哦，这样子，都是本地鸡。本地鸡。本地鸡啊。我们这块都喂本地鸡，不喂那些鸡。我看你这边还有一个房间啊。还有个房间嘛。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还有个房间。哦，这个房间有的时候你平时回来就睡这边是吧？有时候我也讲是人多了就到回来就睡到这边来。我那边就是讲再搬过去，床啊这些都还没搬过去啊。哦，你床那些都还没搬过去的。儿媳妇他们都到外头打工他们回来就过年回来，去年和前年都没回来孙子就是三伯孙都屋的在这边。那相当于你们家现在在那边建房子是刚刚才建好是吧？在建好，那边在装修。哦，那基本上今年的话就可以全部搬过去了。我这我到过后在这，我那我豆屋里，我喊他们都给我拖过去了。都要搬过去了，搬到新房子去了。搬到那边去。这地方啊挺好，我看一下你们家周边的土地大概有好几亩地哦，挺宽的。地那有，我这路在进里面这路都是的啊。地，我这是都我个经常都走到的。好，那我边走边看，到处看一下啊。好。刚才我们说那边有一间大概可以作为茶室，实际上这边的厢房作为一个茶室，或者作为一个朋友接待的地方，可能更好一些。我们走进来看一下，这边就非常的宽了，大概有40多个平方左右，40-50个平方左右，很宽哦。上面都做了一个木板吊顶，这边是砖结构的，做一些壁炉啊都是非常的方便。阿姨刚才告诉我说他们家有一个旱厕，还有一个村里面统一修建的卫生间，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就在这一块。现在他们喝的都是山泉水，从山里面牵引回来的水，
那朋友们，刚才我们大概走了一圈，我个人觉得这栋房子真的是挺不错的，基本上也算是一栋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吧。房子周边的土地大概算一下，应该有2-3亩地左右，有橘子地，还有一些林地，都是可以利用的。这边距离阿姨他们建的房子大概有1公里多左右。这栋房子的上方呢，还有一栋房子，现在是住着一位老人的，所以说在这边是独门独院的房子，非常的安静。那你们觉得这栋房子到底怎么样呢？好了，我是石头，喜欢请关注康居北院，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前些天我们在院子的旁边租下了一块菜地，总共用了8000块钱，租了10年的时间。那这块菜地改造的难度实际上挺大的。刚租的时候我以为很简单，简单的去清理里面的杂草，把土松一下，然后就可以种菜了。但是没想到，当我们开始清理杂草的时候，才发现这块菜地的底部是有点积水的。那这个时候不做排水的处理，那以后种菜肯定是种不活的。所以这2天我们就从城里面买了很多材料，准备对这块菜地进行改造了。这边的树木地板我们整整是用了3天半的时间，基本上今天一个上午可以完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选择的是深褐色的树木地板和旁边的栏杆白色的搭配，显得还是比较好看的。之前我记得在评论区里面有人说，我们这个院子古香古色，加上这样的一个钢结构栏杆，就显得格格不入。但是现在整体做好了之后，大家再来看看究竟效果怎么样呢？还有很多人说的就是我们地板砖有点颜色太花了，其实因人而异吧，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对不对？这边还少了大概2箱到3箱左右的瓷砖，现在从厂里面重新发过来，所以说那块位置我们是没有铺完的。等把这些材料全部运到菜地那边改造了之后，这边空出来，我们就要把这块院子的地全部翻一遍，把里面的竹编给清理出来，然后开始铺上草皮了。这边还有很多沙子，别看这么一大堆还不够用，我们又在城里面去拉了一些这样的积沙过来。现在师傅拉的是家具，有电冰箱、空调，还有浴霸，还有马桶、洗脸盆，很多，全部都是从马路那边靠着人工这样子搬过来的。我们闲话不多说，走到菜地那边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要从这边走下去，这边还有一点楼梯踏步还没做完。楼梯踏步要一个一个螺丝的拧紧，踩在上面才不会松动。给大家也看一下整体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这边就是我们的钓台了，这个位置啊，鱼真的很多很多。每天我们有点米饭没有吃完，就往这边倒，所以已经形成了一个鱼窝了。从这边我们是修了一条小路，可以通往菜地的。这座桥我们已经是修好了的，现在主要是转运这些材料，所以桥面的话
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些木板啊、模板啊，把它铺在上面，然后斗车的话要从这里运这些砖过去。还好这些砖的硬度比较好，这么高的一座坎直接往上运上来，没关系的。今天水位不是那么高，小河道里面基本上是没涨什么水。这条河面大概有300多米，接近400米左右，水的深度是20多米，大鱼是很多的。要想钓大鱼啊，一定要打好窝，守好，水也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我们已经清理好的菜地，相当于我们是清理了1、2、3条这样子竖向的排水沟，外面这一圈我们也都清理好了排水沟，相当于整个菜地全部都是有排水的设施。然后横向的话，我们清理了一条大的排水沟。把这些排水沟做好了之后，我们就用那个水泥板从这边一个一个的隔断，再分成小格的，以后这块菜地里面就很多小格连在一起，错综复杂的。每块菜地大概我们是预留的是大概1.5米到1.8米左右的一个宽度，长度的话就是这么长，以后一格一格的把它给分开，踩在地里面，保证能不踩到泥巴就可以了。那就从这边走，一般这条小路呢是附近的邻居走到河边，但是很少有人从这边走，就是一些钓鱼人喜欢在大概这个位置钓鱼，因为平时这个大水面很容易上大鱼。这边的排水沟是之前这户主人家清理的，可以看到里面还流着水呢。这边就比较深了，从这边直接可以排得出去。我们只是把周边的一些杂草全部清理干净了，里面的排水沟都是我们来清理的。旁边的小河道也还是流着水，这边位置是比较低，所以说地里面是有点积水，不做这样的一个排水处理的话，基本上是种不活这些菜的。这是横向的一条排水沟，基本上整个菜地就分成了很多小块，我们还要再精细的把它分小一些。其实我们之前是想过从这边运材料过来的，但是这边的路也不好走，所以说我们还是从院子那边慢慢的转运过来吧，相当于要转2到手吧，才能到达这块菜地。整个菜地把旁边的杂草清理干净了之后，还是差不多有7、8分地左右，还是挺宽的。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田园梦，但是要去实现这个梦想的话，很多人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我们整整改造这栋房子有3个多月左右的时间了，每天基本上都是马不停蹄的吧，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这个小院呢，付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心血。我们这个团队呢有8个人，每天大概最早的我们应该是4点钟左右就出发了，到下午的时间应该是5点半左右才回家。这边距离我们家大概有4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所以说是挺累的。改造好了这栋房子之后，要继续回去
装修我们家的那栋房子了。以后这边可能我们会请上一个当地的老乡帮我们来管理一下这个院子，不在的时候呢，让他帮我们种菜，浇水，打理一下。这栋房子以后肯定是对外出租的，不想作为民宿那样子去发展，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栋房子太靠近河边了，有安全隐患。如果一家人自己住的话，那倒是没有关系，但是人多是很难管理的。其实我这个人是很简单，想到的事情就要去做。很多人都问我改造这栋房子到底花费了多少，而且还是租下来的，到底值不值得呢？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人呢就是这个样子，想到的事情你总是停留在一个想法的阶段，不去做，你又何必去问值不值得呢？其实钱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对不对？把它给用了，自己活得开心了，过得好了，那可能就是你想得到的东西。如果你总是停留在一个想的阶段，你不去实施，最后我觉得你会可能一无所有吧。就像说的再好，想有一个田园梦，我想把这栋房子打造成什么什么样子的，但是你不去实施，你不去在改造的过程当中遇见一些问题，你怎么知道生活当中原来是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呢？好了，朋友们，这期的视频有点聊得太多了，石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喜欢的话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